我们结婚10多年了，最近这几年，我感觉他特别不顾及家庭。因为我呢是从外地嫁到上海的，其实很多生活习惯、文化差异都有很多的不同。他有时候还是太理想化了，很多事情没有周密的考虑，反而觉得我各方面都不支持他。其实我呢也是想多挣点钱，为了这个家庭，想生活得更加好一些。我就希望他安安稳稳的生活，不要再抱有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和幻想。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顾先生44岁，来自上海职员，有请顾先生，有请。杨女士40岁，来自上海职员，有请杨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你好。人到中年哈，都有一些人生体会了，是吧？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为什么呀？主持人，你好，是我要过来的。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并不像结婚以前想象的那么美好。哦，怎么了？我呢，老家是四川的，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在上海打工，经过朋友的介绍，然后认识了我老公。我老公是上海人。本地郎啊。对，我们结婚已经16年了，孩子已经14岁了，是个女儿。那我们现在跟婆婆公公3代同堂。在进这个家之前，其实我想象的是非常的美好。我是想做一个贤妻良母。其实我个人的话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的这么一个人。在所有亲戚朋友的面前，我都能相处得好。可是唯独跟我婆婆很多的矛盾。我婆婆呢，这个人呢，就是说在家里是比较强势，就是一手遮天。所有的事情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事情，她一个人全部掌握在手中，感觉就是没有我的所有说话的余地和权利。就是小到什么事情，就是家里的扫地、拖地、洗碗、洗衣服，她都会过问。我这些事情做过一遍之后，她会不放心，她会来检查一遍，她就会说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这个东西应该摆在这里，绝对不能往那边移过去1公分。我是觉得都要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做，我觉得太累了。所以我想问先生，我觉得心很累。就是我想问先生一个问题：为什么结婚16年，一大家子还住在一起呢？当时结婚的时候，父母的意思说大家在一起就比较热闹一些原生家庭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再加上我妈就是小时候小儿麻痹症，她从小一个眼睛就没了。身体一直不好，1年最少住3到4次医院。在没有结婚之前，我和我爸就是比较让着她一些，体谅她身上有病。她说东西放哪就放哪。然后因为我们结婚毕竟已经16年了，很多事情刚开始我是进行劝解的，但是过2天呢，她矛盾又爆发出来，然后爆发的又更加激烈。结婚16年有没有考虑过想换房子？想很想，做梦都想分开住，然后经常做梦就梦见自己一个小房子，或者哪怕1平米、2平米，那至少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窝。我们在2014年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可以一套房子换一套2室1厅，再换一套1室1厅。为什么没换呢？当时的时候大概结婚了已经有快10年了吧，就是矛盾已经比较激化，看房子当中有很多就是纠纷我妈后来就住院了，我爸意思说，你看你们为了这件事情吵到住院了，就生病了，后面他们就不肯换房。但是如果你正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自己再独立去买一套房，我暂时达不到这个能力。我觉得老人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毕竟双职工家庭，小孩早上有时候还要送，晚上有时候老人还去接，有时候像我们如果上班的话，他有时候还要烧饭。但是我老婆觉得就是你那些付出我都看不到。你先别定论没有，他瞎说的。对于他父母照顾我女儿的事情，包括在家里做所有的事情，我真的内心心存感激。我真的很感谢他们2老。为什么我心里有这么大的怨言？我觉得家庭要生活得更好，首先这个关系怎么相处，这个是最重要的。咱们不讲理论咱们顺着房子这话头就往下接着说就是当时你为换房做了些什么？当时其实从那一件事情过后，我已经就是对他彻底就失去希望了。我觉得以后的很多事情，
也靠不到你。啊，是这样，主持人，他说你既然没有能力去买房，那我也不工作了，我自己独立出来进行创业。他是在15年所有工作全部辞了，刚开始先跟那帮小姐妹，经过7、8个、10来个项目的，按我说的话是折腾，他说的话是创业，就是包括开美容美发店、做微商，然后做各个的网播课、各个培训课。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一定。他就说：“你挣不到钱啊，否则我怎么会到外面去奔波呢？在外面我还更加辛苦呢。”我前面跟我婆婆之间很多的矛盾，其实我老公都是不知道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死要面子活受罪，压抑在心里，所以我来这里就是释放一下我这么多年积累的这种恩怨。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是家里的男人，还应该顶天立地。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应该由他在当中应该协调得很好。因为我经常也会看一些书，我会告诉他这理论上是这样，咱们今天不谈理论，咱们就说生活。你跟你婆婆相处
过，从来没想过，离婚了不一定找到比他更好的。所以他务实，他的生活哲学就是务实。如果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杭州人，哎，我是杭州人啊，上海的邻居，对上海的情况还是了解的。一个四川媳妇，上海婆婆，你们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6年不容易，外人你们不容易，老人也不容易。你们的关系虽然不是水火不容，但是已经造成了大摩擦、大矛盾。如果不化解，特别是心理不化解，会出大事情。他为什么不自量力，要到外面去闯荡？原因也就在这里，他太急于离开这个家了。刚才妻子有一个话说的我很心酸，他说我做梦都想离开这个家，哪怕外面只有1、2个平方。这是他真正的心声。对，但是我提醒你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老人呢？你父母虽然不多的退休金，他是不是全部用在你们家里了？我问媳妇，你婆婆强势，她是喜欢吃软的呢，还是吃硬的呢？都不吃，软硬不吃。我不相信，你软的试过没有？身段，毕竟你是晚辈，想想老人的好。如果这16年你在外面租房，你要多少钱？你有没有想过？不是，他的问题是说，觉得女儿啊，就现在已经就是进入重点中学以后，生活啊、学习方面比小学时候有很严重的下降。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他会很强势的插手进去，你就是你没法教育下去。很简单的问题，哪个小区没有公园呢？老人要这样把孩子带到外面去散散心、散散步，到外面去都可以解决。你们没有去找方法，我认为关键是要找方法。谢谢伯鸿兄啊，谢谢老师。我觉得杨女士跟顾先生一家的矛盾，主要存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山路上开车，
不可能2个老司机把车开好。一山是容不下2虎的，你就是想跟婆婆跟这个家庭争一个什么争支配权嘛，对不对？16年我一直忍让，我在你们家我做这么多妥协，现在该我说了算了吧？你就想争这个支配权嘛？票子的支配权、房子的支配权、孩子的支配权，老公在你跟婆婆吵架的时候站在哪一方的支配权嘛？对不对？为什么16年都能忍，到现在为止突然忍不了了？就是你想把这支配权拿回来嘛？我想对要，就是像主持人前面说的，我想放飞自我，我不想在这种笼子里面过。你不是想放飞自我，你跟他们家的矛盾是你想做主。如果你想放飞自我，你出去玩2天结束了嘛？你就是想做他们的主，你想把这个家庭的支配权全部拿到自己手上来。什么叫合理的支配权？合理的支配权是在于2个人之前要商量。就拿做饭来说，上海人吃甜，四川人吃辣，先商量一下，妈，能吃辣吗？哎，老公，能吃辣吗？如果说你跟别人商量都不商量，我就喜欢吃辣，我今天超麻超辣，这叫挑衅，这叫挑事儿。你现在把这种挑事儿当做你人生的一种自由，这是错的。先商量，孩子上重点学校了，妈，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可以管3年？这3年特别的重要，商量好了，把界限划清楚，对吧？还有就是，我觉得男士永远都是无态度，无态度也是一种控制，无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有可能我是在原生家庭里，就是比较习惯于我妈的这种态度。你看，又开始解释，我就要说原生家庭这个事情，你不要拿这个原生家庭给自己的一些行为做辩护，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你也得改。既然也不打算离婚，还要过下去，那就把这些孩子教育的问题，关于票子的管理问题，房子怎么住，互相空间剥离感的问题商量好，谁都不要去触犯这个互相的底线。老师，你说的比较对，我们之前是没有商量，包括我所有做事或者受委屈都很少向我老公说，然后自己一个人闷闷的，就是吃下所有，所以导致到后面受不了压抑，然后爆发。你下次肝火旺的时候喝点酸奶，酸入肝，缓缓。这一罐等一下给你喝。这个谢谢简老师纯酸奶是让大家过简单的生活啊，简化的生活。我觉得核心在这儿，你们老是降肝火，你看看，来，严老师啊，肝气郁结啊，你说，这婆婆让你东西放这儿挪一挪，就是不想挪了，挪了16年了，挪不动了，再挪就疯了。是吧？对他就是这种态度，说我已经忍受了你这么多年了，他现在就说你说一句，我要回你2句。我特别理解啊，因为我是跟我妈妈生活，那是我亲妈呀，我妈那个藏东西就节约哈，家里边那。
其实我在听女生说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问问你，你说如果婆婆今天站在这里，你猜她会说你什么？她也会说她很多的什么？你不用说，该说的时候不说话，不该说的时候老说话。她会，我猜至少会几个方面。第一，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跟我们商量，自己做重大的决定。对。本来家里就不富裕，还非要闹着要分房，又是花费，不仅分房达不到目的不罢休，还要自己出去辞职创业，给家里赔了多少钱呀？我这么含辛茹苦的这么大岁数，身体有病你不知道心疼，给你们做饭，还给你们照顾你们的孩子，不需要你们交家用，给你们补贴，这个儿媳妇怎这么不讲良心？作为一个妈妈，你尽到职责了吗？老公一直在家里复习孩子的功课到12点，你在哪儿呢？我们本来想一家团圆，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儿媳妇在哪儿？你有没有想过老人的想法呢？你总是想自己，难道这里面老人的付出你看不到吗？老人的对你们的服务你没有享受吗？都享受，为什么还不释然呢？我当然知道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释放，对不对？你不可能离婚的，因为你爱这个男人。所以说回到这句话，想怎么释放呢？真正能够做到释放，不是说让别人遵从于你，而是你要换位思考别人的处境，别人做出了什么。真正的释放是让自己放下。在你们整个家里，其实你们是犯了同样的问题，没有讲究分寸感。婆婆也是，她也是，你也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你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退一步的。而且说1000道1万，你不是来离婚的，对不对？所以，多去爱你爱的人，多去拿出实际行动来，来为你的幸福去加分。那个创业不行就回来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好不好？好，就这样。谢谢老师。谢谢曲总啊。非常客观的说，如果一定要争论对错的话，咱也别抹稀泥。婆婆确实错，儿子大了应该自立门户，要不然儿子永远长不成儿子。儿子错没错？错了，这么大还啃老。媳妇儿错没错呀？也错了，找错人了呀，你找一优秀的呀，还对，找不着啊。生活如果一定要揪对错的话，那都错了，没人正确的。为什么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大家常说咱别问对错？因为每个人站在每个人的立场和角度啊，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每人都是大多为自己考虑多一点。哎，对你这个插话插得特别好啊，总结得特别好啊。还是那句话，咱回归本心，回到生活里。婆婆不容易，但是婆婆确实做得也很错。你应该对妻子和家庭心存愧疚，而不是说你的时候，我原生态家庭没有继承好。原生态家庭好不好，不是拿来给你开拓的。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让她能够心甘情愿的、开心的回到这个家里。虽然妈妈也在，虽然婆媳之间还吵。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啊，在很多方面有可能你的很多的委屈和苦恼，我没有及时的替你去诉说，也可能你说的很多问题，我也没有及时的进行劝解。所以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把我们的小日子继续过得更加完美。谢谢两位啊，请回。来，请开门。哦，来了。老公，其实这么多年，也感谢你包容我的任性，我也吃了不少亏。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听你的，好好的照顾好父母。
把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培养成才。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的父母，希望跟我弟弟一起帮我爸妈修一个小房子，让他们养老。感谢老公的支持，谢谢。这个要求做老公的还真要考虑，他对你的父母要好，你对他的父母也要好。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你们啊！见证属于这对夫妻自己的时刻，请见证。这送给你。谢谢。啊，谢谢。好好回家得了，不要让他抱怨。谢谢了。好，来，请好，有请。